一群苦行僧在行脚的路途中，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，苦行僧并没有慌乱，而是默默地停下脚步，纷纷卸下背上的行囊，从中取出一套雨衣，将其披在身上。转眼间，雨点夹杂着冰雹，在狂风的驱使下向他们迅猛袭来。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停止脚步，而是在狂风暴雨中继续行进，脚步平稳而坚定，宛如行走在生命的律动中。像这样的风云突变，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他们的修行之路就如同这片天空一般变幻莫测，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挑战和艰辛。无论是风雨交加，还是烈日炎炎，他们都在修行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，坚韧而执着地前行。他们的心境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，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摇。这场突如其来的风雨，只不过是他们修行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。他们在风雨中坚定地前行，寒风变得越来越大，宛如利刃般割过脸颊，麻木而生疼。身上的雨衣挡不住外面的雨点，仅有的一套衣物早已经深深湿透，每踏出一步，负重的脚步都被狂风拨弄着，蹒跚前行。他们的身体仿佛沐浴在冷水之中，一股刺骨的寒意如影随形，周遍全身。在行脚的路途中，风雨是身心的洗礼，是内心坚韧的磨砺，是对执着的考验。他们认为，真正的风雨就在我们的心中，要真正平息风雨，就必须止心，要止心就先治身，而治身就从提高身体的忍耐力开始。在选择避雨地点时，他们会谨慎考虑，如果遇到合适的场所，他们可以选择避雨，但不能选择厂房、民房等地。桥洞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避雨地点。当他们进入桥洞内时，年轻的沙弥们会主动行动，用方便铲清理地面上的杂草和污秽。这一任务必须由沙弥们来完成，因为比丘是不允许掘地或损伤草木的。随后，他们会各自铺开防潮带，然后按行持戒律的年数有序地排列坐下。由于每人只有一套衣物，他们就将坐禅用的棉披布临时披在身上，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应对湿冷的天气，在减少对衣物依赖的同时，也让雨水冲淡了他们对身体的执着。短暂避雨之后，苦行僧们继续在雨中前行，无论他们的鞋子是潮湿还是干燥，在经过积水的地方时，他们不会因为怕湿或怕脏而刻意避开，也不会为了好玩而故意踩踏，他们只是保持正常的步伐，自然地向前行进。在整个行脚的过程中，他们的身体自然正直，双手下垂，轻微的摆动，他们的脚尖不会随意翘起，步伐平稳而自然。他们的目光下垂，对外界视而不见，将听到的、嗅到的、身体的感觉、心里的想法等等，通通抛到一边，不去理会，让自己从外界或内心的环境中脱离出来，如如不动。他们像旁观者一样，平静而谨慎地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是否在波动，哪怕只是一点失落的情绪或者抱怨的念头，都要及时察觉，避免在心中滋生蔓延。每半个月，苦行僧们都会进行一次诵戒，通过读诵戒律，每个僧人都会检查自己是否有违戒之处，并进行忏悔。为了避免外界干扰，诵戒的地点往往会远离道路和俗家，例如收割后的玉米地，可以借助秸秆和风声来遮蔽外界的视听，避免外人的干扰。他们只使用现成的空地，不能平整地面或折损任何东西。当诵戒结束时，他们才起身离去。他们认为最大的苦不是受苦本身，而是对苦的无知。在今天的世界，尽管禅堂修行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，但其他形式的修行，特别是行脚，在逐渐被遗忘，而真正的苦行僧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少。